为什么说福宝活成国宝该有的样子？被爱包围的小孩才有资格发脾气。这天，徐奶爸喊闺女回家开饭。福宝坐起来愣了一会儿，本想起床去找奶爸吃笋笋，结果还是战胜不了困意，倒头继续睡。如今的福宝过上了想吃就吃、想睡就睡的神仙日子，不用考虑任何人，做自己就好。小家伙从前在韩国就被游乐设施和游客们的尖叫声骚扰，然而已经习惯噪音的福猪猪，回国后可忍不了一点。他要听到不良游客在现场吵闹，就拿着竹子盯着对方，用犀利的小眼神逼退黑粉。宝贝实在气不过，还故意扭头用屁股迎面，直到现场安静后才肯继续吃播。福猪猪如今除了吃就是睡，闲暇之时就整天研究着整活大计。前几天奶爸叮嘱过闺女不要打滚，小家伙非但不听，甚至还玩得更欢了，一连7个打滚震撼全场，很难不怀疑他的目的是挑战奶爸的极限。最好笑的还得是公主钻洞，只见福宝硬要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，明明200多斤的他，却非要把瘦小的身子塞进缝里，直接把熊皮大衣挤出来一个大褶子。这天宝贝正在前台美美吃播，这颜值迷倒了一众粉丝，而公主也会自信接受姨姨叔叔的夸奖。这怎么是真的是是很可惜的。哎呀，他点头呢。福宝一看就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，小家伙能这么自信开朗，最大的功臣还得是照顾他的饲养员。徐奶爸虽然不会在镜头前特意表达对宝贝闺女的爱意，可他却给了福宝更细节的爱。当福宝在外场营业倍感无聊时，老徐会在小窗口陪对方聊天，平日里更是对毛孩子碎碎念个不停。开的老火，今天天气好，你看看天不错。老婆，先早点回。这天福宝坐在小门口蓄势待发，准备上班。奶爸还特意赶到对方出门之前，隔着栏杆热熊头，甚至还给闺女来了套马杀鸡服。难怪公主上班后满脸笑意，没一点班味儿。即便是给闺女做个行为训练，奶爸也得趁机偷偷牵手。福宝同样会坦然接受她的亲密接触，只能说父女俩的信任是双向。然而逐渐肆无忌惮的福猪猪，如今还要奶爸独宠她一人。老徐只是去隔壁医保的场地除草，这小妞就特意坐在高处观察，心想你小心点，我可盯着呢，生怕自己的奶爸被不懂事的邻居抢走。能遇到徐奶爸的福宝真的很幸运。国内饲养员不比韩国的2位爷爷差，奶爸奶妈带娃的差距究竟有多大？爱撒娇的咸咸仔被不解风情的老爹薅成了兔子。最近咸咸仔的亲奶妈休假回家，只好将孩子委托给保利的奶爸照顾。本以为会是父慈子孝的画面，哪曾想奶爸丝毫不被咸咸仔的美色迷惑，擦个嘴都快把孩子的头套扯下来了。第一次见到咸咸仔用手拒绝的样子，难怪都说爹养娃有点糙，即便是玩个水他也要欺负娃。咸咸仔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够不到水，只好原谅奶爸1秒钟，用可怜巴巴的小眼神求助起来。对方非但没听进去，还拿着水管逗孩子。此时的奶爸笑得有多开心，咸咸仔的内心就有多无语。小家伙还一不小心摔了个屁墩，他才不想受这窝囊气，直接离开现场，留下个落寞的小背影。心想奶爸坏你遛狗了，只能说直男是养仔一养一个不吱声。谁还记得咸咸仔是以撒娇出名的？这小子在奶妈面前就是妥妥的粘熊精。正常小熊整天想着干饭耍宝，只有他800个心眼子全用在抱奶妈了。先抱一下是不是？啊，我抱一下，抱一下，对了没？可以了吧？硬是天天要抱一下才行。谁家小熊躺在奶妈怀里开心到眯眯眼，而他爱撒娇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毕竟奶妈带娃是真温柔，给宝贝洗脸都是小心翼翼的，抹完还得附加一个抱抱哄哄好大。这一套放在咸咸仔身上能不迷糊吗？这小子还总喜欢和奶妈深情对视，拉着对方的手用眼神交流，宝贝嘴里还嘟囔嘟囔的。没想到咸咸仔对奶妈有说不完的话，他还趁机一点点靠近奶妈，感觉小家伙下一秒就要亲上去了。只能说如果熊猫会说话，估计咸咸仔一天得喊800遍妈妈。这天奶妈拿着笋笋块投喂孩子，可咸咸仔丝毫不放在心上，一个假动作就将小零食扔了出去，还一头扎进怀里和对方贴贴。宝贝开心到嘴角都克制不住了，这狐妹子样估计连她老姐都看不下去了。蕊蕊仔每次被奶妈投喂时，他都要踩着姐姐凑上来撒娇，不知道这小子是不是吃醋了。奶妈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亲了好几口。有嘞，有嘞。得亏咸咸仔是堂堂国宝，不然对方都得告被熊非礼了。奶妈的宠溺给孩子带来安全感，奶爸又拉着娃独立，不敢想象双向发展的咸咸仔，等到长大后会迷倒多少姨。直到看见暖暖因思念奶爸伤心到落泪，才发现她在马来西亚真的被宠成了公主。这天宝贝正趴在木架上睡觉，恍惚间竟然听到曾经的奶爸叫自己名字，惊醒的暖暖四处寻找熟悉的身影。暖暖明白自己是幻听后伤心不已，不由得想起幸福的童年时光，小珍珠也不自觉地流下来。看来父女俩的感情真的很深，大马奶爸对暖暖的宠绝不亚于福宝在韩国的2位爷爷。明明自己黑不溜秋，却把闺女养得白到发光，这可都是几位造型师奶爸的功劳，并且大马奶爸不论任何场所都在小心翼翼呵护着毛孩子。
暖暖上班期间呼呼大睡的时候，他们非但没有叫醒对方起床营业，还拿来一堆小枕头充当靠垫，生怕小家伙睡得不舒服腰酸背痛。国内的同龄小熊都已经能独立上下班了，暖暖还躺在奶爸的臂弯撒娇，被对方抱着接回家。宝贝不仅上下班有自己的专程校车，就连懒得上班想摆烂的时候，奶爸也很尊重宝贝闺女的想法，宁愿拿着玩偶去外场向粉丝游客道歉，也不会勉强小家伙出门上班。暖暖留学期间还过着饭来张口的生活，奶爸才不管孩子多大的年纪，打从公主能吃笋笋后就剥皮切块，直到对方回国前的最后1日也是如此。宝贝只需要坐在木架上等待开放，奶爸直接将食物送到嘴边。谁敢信这时候的暖暖都已经2岁多了，难怪暖暖回国后连竹笋都不会剥，还是国内的奶妈现教的。只能说大马奶爸宠娃真的有些盲目。要知道暖暖的场地是开放式的，游客和熊猫的距离很近，奶爸担心小孩子大吵大闹，更害怕不良游客乱投喂影响闺女，所以他几乎一整天都陪在小家伙身边，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对方的美梦。或许是因为大马奶爸日复一日的爱护，也让暖暖在异国他乡体会到温暖。宝贝会举起爪爪，满脸傲娇让对方牵，这恃宠而骄的样子，一看就是在爱里长大的。可惜的是，暖暖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家。离别那日，大马奶爸悲痛欲绝，明知道小家伙饿不着肚子，却还是要拼命的往车厢塞竹子。虽然暖暖已经回国7年之久，可大马奶爸却关注着宝贝的一举一动，每年的生日都要发视频庆祝，甚至还在今年旅行约定去看孩子。暖暖一开始还在责怪奶爸来得太晚，不是龇牙咧嘴就是装看不见，但他偷看一眼的眼神却藏不住爱意。真希望滚滚们留学后都能遇到这样的饲养员，有他们宠孩子，国内的猫粉们又怎么能不放心呢？有些时候不太能理解陈圆润女士的世界，别的小熊都在吃着美味小苹果，只有他呆呆的东张西望找自己的食物，小脑袋瓜里藏着大大的疑惑，我的果果呢？当谭爷爷端着小苹果来钓猫时，圆润立马做得比之期待的张大嘴，爷爷快嗅我嘴里。没曾想却被坐在前面的好闺蜜淼淼截胡，被抢食的小狗张大嘴巴挨个去抢别熊的果果，谁料小伙伴一个赛一个激烈，要么举高高，要么直接躺下做出防备姿势，气得小狗狠狠捶了下一旁的吃瓜群众。不得不说圆润女士是懂有气，当场就撒的，并且小狗还是个宝宝时就特别懂浪漫。当时基地外有人燃放烟花，因为天太黑，饲养员便以为所有小熊都回家了，可谁料烟花在空中燃放的那一刻，竟震惊地发现有只小熊正缩在树上看烟花。没错，这正是还不到2岁的陈圆润女士。或许是见识到了圆润与众不同的一面，其他小伙伴吃竹子时都低头围在小狗身后，而圆润大王则稳稳坐在 C 位卖力包笋。有时陈圆润女士也会跟好闺蜜淼淼吵架，两熊隔着老远各自生闷气，不过圆润会偷偷转头观察淼淼的反应，但看到闺蜜一副不想搭理自己的样子，圆润赌气似的转过头，装作不在意看向远方，内心却暴风哭泣，有本事你一辈子别理我好吗？我才不在意和你的友谊呜呜。而作为奥氏挖煤集团创始熊之一，圆润为公司业绩努力一整天后，就会满脸幸福的坐在后花园泡澡，还时不时撩起水往身上浇。虽然邋遢小狗洗澡水都变成黑色的，但他脸上却是压制不住的开心，估计在畅想未来挖煤发家致富逆袭白富美吧。然而小圆润跟粉丝开见面会的时候，不知是不是太紧张，竟直接跪下了。搞笑的网友还杀熊诛心般给圆润辟了句话，算我陈圆润求你了。不得不说，要论整活技术，哪家牛还得看网友。并且小时候的圆润女士性格还有些倔强，特别热衷于越狱找朋友和偷吃竹子，哪怕身体被牢牢卡住，也努力伸出短胳膊去拿，主打今天我和竹子只能活一口。此外，小圆润特别喜欢缠着小伙伴睡觉，并固执的一头扎进哥哥姐姐中间睡，哥哥被吵醒后还温柔的拍拍小狗的屁股。原来圆润从小就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，希望在没见面的日子里，小狗一切都好，越来越年轻，快乐生活，健康成长。国庆，你害不害羞啊？还吃奶？啊？多大了你？3岁了哦。眼前这只缠着妈妈要奶喝的大熊猫，就是长隆出了名的妈宝女国庆。3岁半的她体型比妈妈梅青还要大只，然而每天却在研究怎样才能喝上奶，因为每次给大闺女喂完奶都会感觉被榨干，所以梅青看到国庆没脸没皮的来讨奶喝，都会伸出脚试图把大闺女蹬开，但一心只想着干饭的国庆直接趴在妈妈怀里美滋滋吮吸着，气得梅青后死死咬住后槽牙，恨不得一拳给她捶飞。而饲养员看到后也曾多次劝国庆断奶，可妈宝女压根不带理会，依旧我行我素。直到梅青妈妈进入发情期，开始对大闺女有了驱赶的举动，于是奶爸趁机强制国庆断奶，结果接连5天她悲伤的泣涕声血。对此，奶爸表示悲伤的小熊不要听慢歌，随后给熊孩子放了许多美味笋笋，试图转移注意力。讨奶无果的国庆只能难过的一边吃一边哭。几天后，奶爸奶妈还特地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戒奶仪式，还用胡萝卜给他拼了戒奶光荣4个大字。国庆眼含热泪把这几个字塞进嘴里，随后又干掉几根大竹笋平复心情。从此妈宝女开始在整活的路上越走越远。这天，国庆对新玩具篮球架好奇的不得了，
他费了9牛2虎之力才爬到了篮筐上，打算整个活凭一雄之力把长龙搞上时，只见国庆2手抓着篮球架上沿，把屁股挪正位置，身体 Q 弹的，腰间还勒出一条胖胖的游泳圈，像极了放在架子上的美妆蛋。而后国庆又坐在篮筐上，两脚摩擦挠痒痒，悠闲自在的模样，仿佛一点都不担心如何下。更炸裂的是，国庆竟然四仰八叉躺在篮筐上，而篮球架稳稳当当，没有一丝颤抖。不得不说，长龙的玩具质量真是杠杠的。最终，国庆把自己当成球投了个篮，为这天的表演画上圆满的句号。而在内场时，国庆依旧变身整活能手，只见他站在木架上蓄力瞄准吊床，随后猛扑，200多斤的肉瞬间飞了起来。随着国庆的精准落入吊床，都显得颤颤巍巍。得意洋洋的熊孩子抓着边缘疯狂蹦迪，如此坚强的玩具，或许应该给萌兰来一套。网友们还知道国庆的那些趣事呢。喊你传句，你也不会发言。眼前这只和奶爸唠嗑的大熊猫名叫苏珊，此时的它正处在发情期，于是饲养员给苏珊安排了几场相亲。1号男嘉宾是摔跤小能手香梨，但饲养员把苏珊领到南方的外圈熟悉气息时，他却一副不解风情的蓝脸，还大大咧咧把脚搭在门框上，表示一闻这味儿就知道不是我的菜。但香菱却对苏珊非常感兴趣，并多次主动靠近，可这动作直接吓坏了苏玲，她不断发出吼叫想喝退对方，最后干脆抬头望天不去看献殷勤的香菱，冷傲表示姐不是你们要得起的熊。苏珊的操作直接让饲养员看傻了眼，但他也只能一边观察一边换相亲对象。这次饲养员又找来更为帅气的男熊一宝，然而苏珊依旧对大帅哥不懂兴趣，还像会对香菱一样发出驱赶的吼叫。原本对苏珊有些好感的医保顿时兴致全无，眼看2次相亲均宣告失败，百思不得其解的饲养员只能询问苏珊喜好。我也不喜欢包狗狗，那第一道你包狗狗家里面睡觉了，我大部分就不愿意见面了，包狗狗还是真远的。听到帅萌员这几个字，苏珊猛一回头，大喊对，我就不喜欢这样的。饲养员心领神会，表示我办事你放心。于是第3位男嘉宾换成了野猫出身的杨洋。不出所料，苏珊对初次见面的杨洋非常排斥，边愤怒嘶吼边不断挥舞着爪子驱赶男方。杨洋看着对方如此彪悍，只能灰溜溜跑回家。失恋的心情实在让熊郁闷，杨洋只好不停啃咬木桩发泄心中忧愁。也不知医保背后用了什么手段，竟获得了一次返场机会。神奇的是，苏珊这次不仅没排斥，还很配合。或许是嫌弃医保技术不行，他很快就挣脱了。由于两熊结合时间太短，并且质量不行，饲养员无奈只能再次请出杨洋。上次被拒绝的他，如今颇有种一雪前耻的气势，足足坚持了8分钟，最终因掉下台阶而结束。挑挑拣拣的苏珊生下了龙凤胎小龙小将，而儿子小将完美继承了老爹的长嘴斗，并且脸型还是个3角形，像极了车座，因此苏珊也被夺笋的网友称为车座子妈。不知他是否会后悔当初的选择。